夫人，这是阵亡副将的遗孤，名唤阿莹，我已认她为义女。我是京城最大度的侯府夫人。夫君召还远征18年，带回来个养女。这些年她在边关受苦，以后你要细心照料。爹爹，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坏女人吗？坏女人，倒是比你亲爹诚实。阿莹，这是母亲送你的见面礼，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还是夫人大度。你我夫妻一体，我自然是与夫君一条心。走，母亲带你进府选屋子。爹爹，我喜欢这个院子，我要住这里。夫君，这是我们的女儿阿软的屋子。阿莹随我在边关吃了10几年苦，如今要个院子罢了，何之意？你也不肯吗？夫君说的是。来人，把阿软的院落腾出来，再去库房里取最好的奇珍异宝，全都摆满。那定是你夫君在外头的私生女，你真容她蹬鼻子上脸？竟然还抢了阿软的温泉院子，你这也太能忍了！夫君在外征战辛苦，即便阿莹真是他的血脉，我既为主母，也该视若己出，好好补偿才是。夫人的话，我都听说了。夫人贤德大度，阿莹的事是我对不住你，日后我定不负你。这都是妾身该做的，而且妾身还有一份惊喜给夫君。什么惊喜？为阿莹开宗祠，入族谱。按规矩，义女既入族谱，需滴血认亲，以示血脉纯正。不用了吧？夫君，妾身是真心想把阿莹记在名下，当做亲生女儿娇养的，左右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没什么的。侯爷，请吧。爹爹，到我啦！不可能！这不可能！爹爹，你怎么了？是不是这女人又气你了？夫君，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你可还满意？爹爹，你说话呀！我和阿莹的血怎么会不相容？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冤枉啊！老奴什么都没做。这水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侯爷，水是你府上的人备的，各位皆是见证。莫非侯爷是怀疑老夫等人做了龌龊事？何之意？难道是你？夫君，阿莹本就是养女，与您并无血缘，血不相容不是情理之中吗？能有什么问题？再说，妾身平日待阿莹如何，
满府上下都看在眼里，我岂会故意为难一个孩子呢？换水。赵安，你去，你亲自去后院井里打水，拿全新的碗来。是。侯爷，水来了。难道我真的不是爹爹的女儿？不，爹爹，阿英不要演了。不要，不要！赵环，无论你测多少次，结果都如我所愿。侯爷，属下用性命担保，此水是从后院井里刚打上来的，绝无问题。怎么会这样？爹爹，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和娘的孩子。杂种，你们母女竟敢联手耍我！口口声声是我的血脉，却让我赵环替别的男人白白养了这么多年女儿。养女变私生女，私生女变野种。赵环，你的脸今天算是丢尽了。好，你想找你娘，本侯这就成全你，送你去地下。侯爷不可！夫君息怒，夫君冷静。你刚立战功凯旋，多少双眼睛盯着侯府，等着抓你的错处。今日宗亲族老皆在，你若当众虐杀一个手无寸铁，名义上还是你养女的女子，暴虐弑杀的罪名若扣下来，你这10年沙场拼来的功名前程还要不要了？哼，那把这来历不明的杂种扔出府去，任其死活。这满城的同情，今日我收下了。夫人，我错了，我以前不该强软姐姐的东西，不该骂你，求您救我，别扔我出去，夫人。好孩子，别哭了。你生母我见过的，她当年可不会像你这般哭得这么可怜。这双眼睛倒是像极了她。当年的赵环和医女白芷，那可是京城人人皆知的笑话。狐妹子就是狐妹子，
竟使些下作手段。那样的出身，也妄想做侯夫人？就是给她个侍妾的名分，那都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要是做了正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去把少爷给我抓回来！母亲，放我出去！我非阿珍不娶！我们要一生一世一双人，谁也别想拆散我们！哼，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倒要看看清楚，你的情分到底值几斤几两？少爷，奴婢是老夫人派来伺候您的，还请您怜惜。瞧瞧，不过是一个萧四那医女的丫头，他就看直了眼。哼，这情谊也不过如此。你生母可是个硬骨头，当年连侯府的妾都不愿当，转身就去了边关。可谁能想到，她最后还是认了命，在这世上留了你这么个念想。赵桓，你什么时候娶我进门？家中长辈不允，正妻之位无望，我只能许你妾室之位，你可愿入府？妾室，我可不稀罕。既然你不能娶我为妻，那我们以后就一刀两断。你放心，令千金嫁入侯府，我一定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绝不会叫她受半点委屈。有老夫人这句话，我便安心了。滚开！滚出去！除了白芷，我谁都不会娶。母亲，你就收了这个心思吧。根铁已换，婚期已定，由不得你胡闹。母亲既然执意如此逼迫我，儿臣便向圣上请战，远征胡族，不胜不归。远征胡族，一去生死未卜，不知要多少年。侯老夫人，我女儿是不可能嫁到侯府守活寡的，你我两家的婚事就此作罢吧，告辞。逆子，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障？之意，那赵桓此番出征，凶多吉少。咱们虽家门不显，可爹也不愿看你年纪轻轻就去守那活寡。在这京城中，九品小官之女，本连做妾都勉强。如今这侯府夫人的名头，倒是自个儿送上门了。名分、家产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比那情分可靠多了。之意，那小侯爷心里根本没你，你这嫁过去与守活寡何宜？爹，这上面的东西，你秦勉一辈子也挣不来。在京城无人提携，你便永远只是个九品小官。你上司前日还暗示想让我嫁给他家那个流着停水的痴傻儿子。那火坑，难道就比侯府强吗？女儿不甘心，更不愿永远被人捏在手里，随意配给阿猫阿狗。这侯府夫人，我当定。之意，这要趁热河，早日为何家开枝散叶，才是你的指望。多谢婆母，儿媳会尽力为侯府开枝散叶的。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何之意，别对我有什么妄想，我心有所属，不日便去边关寻他。你只需安安分分在府中替我尽孝。妾身明白。新婚第2日，赵桓便披甲出征，
公婆心中有愧，全力运作，将我爹的官职连升2级。生下阿软后，我爹的官位便又跟着往上蹿了1级。知意，这侯府以后就交给你了。多谢母亲，儿媳会好好管理的。赵桓离开的18年，是我过得最舒心的18年，再没人敢轻慢我，直到他终于要回来。知意，边关来报，环儿下月便能凯旋归家了。只是若环儿她带了人回来，你可会委屈？侯府与我家恩重如山，儿媳感激尚且不及，何来委屈？回来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惦记阿软的东西。阿莹，我如今给你2个选择：一是去侯府的庄子上，只要你安分，侯府不会缺了你的吃穿；二是按照侯爷的意思，将你直接赶出府去，自生自灭。我选一。好，你去吧。小姐，银姑娘已从阿软小姐的院中搬出，强占的首饰也一件不落全还回去了。明日安排人仔细清扫院落，再给阿软写封信，叫她回家。是，奴婢这就去给阿软小姐写信。何知意，开门！夫君，妾身今夜实在不便服侍。不便？你是在为白天的事使性子？妾身不敢，只是心中实在难受。我何家虽门户低微，可我也是您3媒6聘明媒正娶进侯府的正妻。夫君若想纳妾，我自会禀明母亲，为您张罗清白的良家子。夫君若在外有了骨血，带回来，我也必会视如己出，好生教养。可我万万没想到，夫君您不仅在外早已另立家室，更将我蒙在鼓里，诓骗我说是什么镇王副将的遗孤。我原打算在宗亲面前真心认下阿莹，好让她名正言顺入族谱，可没想到居然真相竟是如此。夫君，在你心里，我便是那般心胸狭窄、容不下人的妒妇吗？你为何不肯跟我坦诚一些？这样一切都不会到如今这般难堪的地步。小姐，姑爷心里有愧才来找您，正是缓和的好时机。您怎么……若这么轻易便让他进了门，他今日的愧疚，明日便忘了。公婆那边也会觉得此事轻易接过，往后谁还会将我今日受的委屈放在心上？何知意，难道是你？他此番归来，并非为与我做一对寻常夫妻，而是既要利用我主母的身份稳住后方，心底又始终鄙夷我的出身，视我如无物。那我也不必再将他看作可倚仗的夫君，只当他是我何知意扶摇直上的青云梯。既然侯爷心中烦闷，想要借酒消愁，那就再往书房送几坛烈酒过去，务必让前院的人都看见，侯爷今夜醉得厉害。侯爷，夫人差人送来的酒已经到了。好，送得好。何知意，这是在笑话我，
还是在可怜我？你们都想看我的笑话，谁都想踩我一脚。拿酒来！都给我滚！混账东西，没看见侯爷醉了吗？还往里送酒。环儿，你这是要做什么？白日里的事已经够乱了，你非要让满府上下都看你的笑话吗？深蓝色，你还敢回来，穿着这身衣服，专门来恶心我！环儿，你仔细看看，我是母亲啊，你真是喝糊涂了。别叫我，你这个满嘴谎言的贱人！你叫我什么？我想起来了，你最爱穿这身深蓝色。你当年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跟我说你怀了我的骨肉，说你是被逼无奈才离开。结果呢？你竟敢骗我！你耍了我整整10年，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什么10年？义父，环儿，你快醒醒，我是你娘啊！你不是，你这个骗子！我杀了你这个满嘴假话的义女！去死吧！听说了吗？昨夜里，侯爷差点把老夫人的头给开了。可不是，酒壶都砸碎了。要不是老侯爷跟在老夫人身后赶到，及时给了侯爷一板凳，老夫人估计就要遭殃了。天哪，那侯爷现在怎么样了？侯爷挨了老侯爷一板凳，现在还没醒呢。头疼，哎呦！知意，昨日是环儿对不住你，我们侯府对不住你。母亲，您别这么说。这些你收着。全是地契，西市最繁华的地段。户部正好缺个位置，你爹正合适。老爷已经打点好了，不日便会有调令。娘现在只盼着你和环儿今后能好好的。娘放心，儿媳明白的。荒唐，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何年就是现在辞官归田，也绝不用我女儿忍辱换来的前程。他赵环是个什么东西？在家里酗酒撒疯，差点伤了老夫人，如今竟还要你在这其中周旋受气，这些东西我一分也不要。爹，别这样说。义儿，爹没用，给不了你撑腰的底气，反倒要你牺牲自己来为我谋官职，这户部的调令，我受之有愧。现在还不是时候。爹，侯府给这些，是因为他们理亏，是因为他们怕我把事情闹大。您若此时意气用事，女儿之前的罪便白受了。爹，
等您借这阵东风，真正爬到了高处，站稳了脚跟，到那时，女儿自然不会再受辱。可是这太委屈你了。爹，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刚入京的时候吗？瞧那车，那包袱，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瞧见了吗？为了点权势前程，就能卑微成这副模样，活像摇尾乞怜的狗。我啊，宁可死，也绝不活成他们这样。阿芷说的对。你这女子，怎可当面侮辱？别冲动，那位公子可是永宁侯府的小侯爷赵桓，你们得罪不起的。爹爹，从那日起，女儿就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站得足够高，高到让所有人仰望，才能在这京城里活得像个人。爹知道了，你放心，这官爹不仅要当，还要当得比谁都高。那些铺面地契，还有爹爹的肥差，为了这些，我也得把这出戏演下去。夫君醒了，头还疼吗？迟疑，昨日是为夫混账，对不住你。这是他18年来第一次低头，想来公婆昨夜不止动了粗，怕是还狠狠将其训斥了一番。苦心经营18年，公婆终究是对我有了些不忍。夫君言重了，夫妻本是一体。迟疑，其实我当年去了边关，确实寻到了他。我们瞒着你在那儿拜了天地，做了夫妻。我领军征战，他随军治病救人，后来染了疫病，没熬过去，只留下阿莹。我是真以为那是我的骨血，可我没想到他竟连这个都骗我。知意，往日种种皆是我不对，从今往后，那些前尘旧事，我皆会割舍干净。我们以后好好做夫妻，可好？夫君能这样想，妾身很高兴。过去的事，便让它过去吧。真是可笑至极，在外与旁人拜堂成亲，做了18年恩爱夫妻，连女儿都悉心养到18岁，如今发现是一场空，便指望我毫无介意的接纳。赵桓，你终究是将自己想得太重要，也将我想得太卑贱了些。夫君身上还有伤，早些安置吧。知意，有你在真好，我以后绝不负你。自那夜后，赵桓倒真与我过了几日恩爱夫妻。知意，这娇花配你最是相称。这些都包起来，只要我夫人喜欢，全都买了。小姐，外头都传遍了。传什么了？姑爷才安分几日啊，有人亲眼瞧见，说侯爷昨深夜夜宿醉春楼了。他怎能这么对你？明月，
你觉得这兰草纹样可不清雅？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思绣这个？小姐，现在外面都笑话您，说侯爷刚回京就扎进醉春楼，根本就不在乎您。他这般放浪，简直是把您的脸面往泥沟里踩啊！急什么？既然他喜欢的地方，便让他多待一会儿。赵环，既然你急不可耐的要去那温柔乡，我便送你一份大礼。明玉，去给那醉春楼传个话，就告诉侯爷，我在云衣阁做了套衣裳，让他回来的路上帮我取一下。小姐，这时候您还让他帮您取衣裳？去吧。小侯爷，您都盯着奴家看了半晌了，这杯酒，您到底喝不喝呀？喝，你长得真像他。侯爷，夫人差人传话，说她在云衣阁做了衣裳，让您回府路上顺道给取了。取衣裳，知意查我取衣裳，哈哈哈哈哈！去云衣阁拿衣裳。侯爷，您都醉成这样了，咱们先回府吧。夫人那儿不行，知意难得求我办事，得去拿。出宫一趟当真是舒坦。掌柜的，快把你们店里的冬衣拿出来，让本宫瞧瞧，可有新奇的？安乐公主好眼光，这是新出的织锦。这不是10年前的款式吗？虽说是10年前流行的样式，但今年京中又开始兴起这股清雅风气了，最是衬您的肤色。这颜色倒是本宫最喜欢的颜色，本宫去试试。衣裳，我夫人的衣裳，那是这衣服，这身形，难道是他？不可能，他明明已经……阿芷，是你吗？你没死对不对？侯爷，您看错了，那是云衣阁的贵客，咱们拿了夫人的衣裳就走吧。滚开！别拦着我！阿芷，别走！阿走，别走！侯爷，不可啊，那里头是内侍。哪来的空土？你怎么？别走！我终于找到你了！救命！快把这淫贼拉出去！大胆赵环，竟敢冲撞安乐公主，坏公主清誉！完了，全完了！这可是天大的罪过！公主，该死！我竟把她当成了那个贱人，这下闯了大祸了。皇上，赵家满门忠烈，臣妾兄长更是为国捐躯啊！皇儿是喝糊涂了，他绝非有意冒犯公主，求皇上开恩饶他一命吧！事关公主清誉，赵环仗着门晕竟如此放浪，朕若不除铲他，皇家威严何在？臣妾愿代他受过，求皇上看在赵家100年功勋的份上，饶了这孩儿吧。奉圣上口谕，赵环御前失礼，冲撞贵人，念其祖上有功，赵贵妃苦求，特免死罪，杖责30，以敬效尤。知意，救我！知意，夫君莫怕，30板杖经过，这罪便消了。
妾身定会为你备好上好的金疮药。30兆，比起你对我的折辱，这不过是开胃小菜罢了。行刑！本宫乃金枝玉叶，哪受了这种气？公主息怒，这赵桓竟敢冲撞您的圣驾，确实该死。去，把银子给那几个动手的，告诉他们30杀威棒，数目不必增，但这落下来的力道和位置，得给本宫变一变。奴才明白，定叫他这双招惹是非的腿再也站不直。夫人，侯爷这伤……太医，侯爷的情况到底如何？你快说啊！侯爷右腿筋骨受损极重，那30板子就是全打在了要害处，怕是什么？给本侯把话说清楚。怕是日后行走会有些不便。不便是什么意思？你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后行走可能会步履蹒跚，难赴旧观。你说什么？不可能！我是平定叛乱的功臣，我是大侯爷。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不可能，不可能！我绝不会变成瘸子，这不可能！瘸子，大齐从来没有一个瘸子将军，更没有一个瘸子侯爷。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毁了？夫君，你只是太累了，先睡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召唤，这才刚刚开始。哎，听说了吗？永宁侯那条腿，可惜了哟。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竟敢冒犯到安乐公主头上。这回踢到铁板了吧？谁不知道公主那是皇上的掌上明珠，风头无两的凯旋侯爷，转眼间变成了个跛子。这消息传得可真快，顷刻间变成了京城最热闹的谈资。侯爷，夫人吩咐再给您熬一碗药，您好歹用一些。滚！都给我滚出去！跛子，他们都在叫我跛子。曾经我是大齐战功赫赫的英雄，现在竟然成了酒后谈笑的废物。我恨不得杀了那些乱嚼舌根的人。夫君，这又是何苦？我瞧着送进去的汤药饭菜，时常原封不动的又被端出来。夫君是不想要自己的身体了吗？你也在看我的笑话，对不对？你看着我这条废腿，心里一定得意极了。我怎么会得意？我是你的正妻，你若成了残废，我这辈子也就没指望了。如今满城风雨，夫君若一直缩在这屋子里，只会让那些窃笑与戏谑更多。别说了，滚出去！好，我走。公公，马车已经备好了，您这几日早出晚归，也要当心自己的身子。我原本也打算颐养天年，将官场人脉与家族重心逐步移交给那个逆子。如今见此情状，我若不拖着这副老迈身躯打起精神，谁来维持这侯府的体面？是我没照顾好侯爷，让公公受累了。不怪你，是那逆子自作孽。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召唤！造孽，真是造孽呀！我赵家就是招惹了哪尊煞神，竟落得如此田地呀！婆母，喝口热茶润润嗓子吧。您这般终日哭泣，侯爷见了也会心疼的。知意啊，花儿这辈子是不是毁了？我是不是前世欠了债啊？您别胡思乱想，我会守着侯府，定会为侯爷寻得良医。这些日子忙碌非常，总算是把徐老先生您请来了。夫君，这位是我亲自出门寻访的名医，
我听闻他曾治好过类似的骨伤，特意请回来为你瞧瞧。寻访？你带了多少人回来了？哪一个不是摇头晃脑的说没救了？夫君，不要轻易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老先生，请您务必尽心，只要能治好侯爷，酬金定让您满意。老先生，只要能治好，本侯什么苦都能受。夫君，再忍忍。老先生说了，这针灸和药敷最是见效。滚！都滚出去！没用的，无论请多少名医，调理了这么久，还是个瘸子。我不治了，这种被当成活死人摆弄的日子，我受够了！滚！都给我滚出去！夫君别生气，我出去就是了。小姐，您这段日子没日没夜的伺候，已经尽心尽力了。侯爷自己不正臣，还整日对您发这种邪火，依我看，你也别太难过了，当心累坏了身子。嘘，别胡说，他是我的夫君，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眼看他受此折磨，我岂能不难过？难过？我只觉得这局势再好不过。赵桓若是一直风光无限，步步高升，侯府上下只会更觉我何之意高攀了他，对我对何家的提携便未必尽心。反而当他坠入低谷，成了人人唏嘘的脖子，这些人才会念起我这个当妻子的好。人在愧疚时，才会生出补偿之心。之意，你这孩子又是一夜没合眼吧？我瞧你这些日子日夜不休地照顾赵桓，毫无怨言，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婆母言重了，我既嫁入侯府，侯爷便是我的天。如今他遭此大难，我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守着他的。当初定下这门亲事，本是想让你来享福的，谁知之意，环儿如今这样，苦了你了。这些你拿着，是我的私心，也是对你的补偿。婆母，这万万不可！我是为了夫君，并非为了这些身外之物。京郊2处上好的田庄，还有城内那家生意最红火的酒楼，都是给你的。你不收下，我这心里如何过意得去？你若不拿着，便是怪我们赵家连累了你。既然婆母如此说，那之意就先替侯爷收着，待他好转再。不，这就是给你的，你的体面就是侯府的体面。谢婆母体恤，之意定会变本加厉，不是加倍用心的照顾夫君。果然，人只有在愧疚到了极点时，才会如此慷慨。可我想要的可不仅仅只是这点田庄和酒楼，我想要的是整个侯府的一切。夫君，夜里露重，子信受了寒。夫君，可是在思念边关的日子，妾身前些日子收拾书房，见到夫君早年留下的笔墨，诗稿上豪情壮志，写的是饮马瀚海，风狼四虚；画卷里笔意苍凉，描的是长河落日，孤城闭。夫君胸中有秋祸，妾身一直明白。这四四方方的侯府和京城根本不适合你。秋鹤，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回不去了。我这副样子还怎么回去？一个跛子如何在军中立足？如何服众？将士们会怎么看我？看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将军吗？谁说你是跛子？只要妾生在，你永远是那个顶天立地的赵小将军。
我朝在立，妾身是没听说过跛脚的将军。可你赵桓年少时便武艺超群，名扬京城，是当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少将军，是远征10载得胜还朝的统帅。边关的风沙刀剑都没能击垮你，如今不过腿脚不便了些，怎么就不敢再去闯一闯了？与其留在京城，每日担心旁人背后的指指点点，不如重回那片天地，用战功，用敌人的头颅，把所有嘲笑你的人都踩在脚底上。到那时，谁还敢笑话你？谁还敢踢你的腿？重回那片天地。好！夫君如今这手艺，倒比婢女还要精巧些了。之意，以前总觉得这些脂粉世事无趣，如今想来，竟是我错过了太多。之意，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为你描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妾身在家里等着夫君。之意，你真好。我当然好，你从前赐给我的冷脸，我可一笔一画都记在心里呢。我要为你画一幅小像，等到了边关，容我每日拿出来瞧瞧。夫君去的是苦寒之地，妾身这点拙资，只怕污了夫君的眼。在我眼中，这京城之繁华都不及你半分。既如此，妾身定要每日祈福，愿夫君早日得胜归来。哎呦，夫人，这厨房烟熏火燎的，哪是您待的地方？快放下，让老奴来吧。那怎么行？夫君明日便要启程，这如意糕，妾身必须亲手做才行。夫君爱吃清淡些的，这如意糕里糖要比平时少放2分，免得腻口。夫人，您都忙活1个时辰了，手都揉红了。只要夫君吃得顺心，妾身辛苦些又算得了什么？边关风沙大，这些点心多备一些，好让他路上带着。吃吧，赵桓，我要让你哪怕人在塞外，每吃一口点心，都能想起我这个贤良淑德的好夫人。夫君只管建功立业，妾身会守着侯府，守着公婆，妾身定会安心等你归来。之意，我定不负你。看啊，他终于爱上我了，但这迟来的深情，可比草都贱。我走了，家中万事，辛苦你了。夫君不必忧心，我会守好侯府。夫君只管在前方保家卫国，我在京城等着夫君。等我回来。全军出发！将军，等我立下不世之功，定要让你成为全京城最尊贵的女人。这。夫人，边关来信了，是将军的亲笔信。之意，塞外虽苦寒，大漠落日却甚是壮阔。今日麾下有个年轻士兵闹了笑话，竟把沙狐当成了敌军探子，引得全军哄笑。事无巨细，连士兵的笑话也要说给我听。赵桓，你这闲话家常的劲头，
倒真像个体贴丈夫了。夫君写的信也该让婆母瞧瞧。婆母，夫君来信了，这次写了好长一段呢。好，好，他能跟你说这些，说明他心里定是极安稳的。好孩子，多亏有你，花儿他才振作起来。若不是你日日宽慰，他哪能这么快在边关站稳脚跟？婆母，快别这么说，这都是儿媳分内之事。看他如今这般惦记你，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些。你的福气在后头呢。能为赵家开枝散叶，守好后院，便是儿媳最大的福气了。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刚得的消息，老爷在朝中的官职又往上晋了一级。父亲为官清廉，这是圣恩浩荡。老爷说是沾了将军在前线杀敌的光，朝廷这是在嘉奖夫人的娘家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赵桓，你给的这些赏赐，我便统统收下了。夫人，将军这信来得越发频繁了，昨儿刚到一封，今儿又是一封。之意，边塞风沙大，不知京城是否也凉了？寄回去的边塞吃食可还合胃口？若是不喜欢，下次我换些别的玩意儿寄给你。小姐，从前奴婢总觉得姑爷冷心冷情，对您不够体贴，可您瞧瞧，姑爷这次真是将您放心尖了，信里念叨的全是您的事，他对您是真用心了。用心？知意，你别信他。赵桓哄女人的手段10年如一日，他送你的那些头面首饰算什么稀奇？多年前，他可都送过那位死去的医女。边塞吃食，银丝首饰，原来这些温存也不过是旧迹重演。明月，你说的对，他确实用心，连送的东西都跟从前送给死人的一模一样。小姐，您说什么？没什么，把这些信都收好吧。赵桓，你究竟是想补偿我，还是想在我的影子里寻找你那个死去的白月光？咦，小姐，这有好多没写名字的信，竟是和将军的家书一并送进来的。知意，他送你的那些物件，都是那女子有过的。他在边关醉酒，还念着那女子的名字。你眼里不向来容不得沙子，切莫被他骗了。我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倒是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小姐，这些信里写了什么？奴婢瞧着字迹不像将军的。一些搬弄是非的话罢了，不必理会。赵安、赵桓的贴身侍卫，没人知道我与他曾经有过一段情。18年前初到京城，我与赵安成了邻里，一来二去生了情。知意，你等我，将来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好，我等你。可最终他选择了别人。知意，我对不住你。赵桓那骄纵的表妹看上了我，我当真是身不由己。好一个身不由己，只不过是审时度势，找到了机会攀高枝罢了。知意，我错了，我后悔了，我都打点好了，我们一起走吧，离开京城，
远走高飞。走，你好不容易成了侯爷的贴身侍卫，如何能为了我一走了之？赵安，我明日就要嫁给侯爷了，侯爷本就抗拒这门婚事，我若是逃了，他不会放过我爹娘。难道要我家中父母跟着我们一起颠沛流离？知意，对不起，都是我没出息，只混了个侍卫头领的位置，都是我害了你。靠迎合赵桓的表妹才混了个侍卫头领，天天在他屁股后边点头哈腰，你不是挺得意的吗？不怪你，是我们有缘无分。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幸福一生。知意，赵桓还得你好苦，他在边关竟娶了一个医女，对外称是正头夫人，宴席摆了整整3天，全营将士都喝了喜酒。医女，正头夫人，宴席摆了整整3天。原来如此。小姐，您怎么了？心里说什么了？我总算明白永宁侯府的门第为何会落到我这个9品芝麻官的女儿头上。家世单薄，在朝中毫无倚仗，如此我才听不到边关的风声，如此才能任由赵桓在千里之外瞒天过海，另娶他人。赵桓，你拿我当挡箭牌，我便让你这侯府的一切来赔偿我的青春。从那日起，我开始不经意地给赵安回信。赵安，我在这侯府如履薄冰，每日醒来，身侧皆是冷气。若非你的信，我真不知该如何活下去。我要哄着他，让他心甘情愿当我放在赵桓身边的眼线。我更加尽心尽力，晨昏定省，管理中贵，将侯府打理得光鲜亮丽。知意啊，真是辛苦你了。婆母快坐。我是这侯府的儿媳，晨昏定省，管理中馈，本就是我的分内事。若非你将这府里上下打理得如此光鲜光亮，我与你公公哪能有如今的清静日子？依赖吗？你们越是离不开我，这侯府的根基就越是捏在我的手里。手里头有了银钱，我经营起了生意。东家，如今咱们醉春楼的姑娘名扬京城，云衣阁的样式更是深受贵人们信赖。生意既然做大了，也该往边关那头送送。东家放心，生意已经做到边关了，只是边关路远，难免会出些差错。这件深蓝袄裙是云衣阁今年最贵的款式，让那边的人盯仔细了，若有人看中，务必亲自送到那位手里。小姐，边关来消息了。能有什么事？您看看就知道了。没了，倒也干净。听说那件袄裙她爱不释手，欢天喜地穿上了身，没几天就……爱不释手，这么好的料子，她在边关多年没能穿过，自然爱不释手。小姐，要把这些灰烬清了吗？清了吧。赵安，你虽然卑劣，但当年我想留着你，总还有些用处。如今你们主仆2人，一个在边关拼命博我欢心，
一个在背后不遗余力的拆台，真是可笑又可悲。18年筹谋，如今也快要收尾了。这些可都是圣上所赐之物，都小心点，搬到库房去。小姐，侯爷这次立了大功，金銮殿上连金银爵位都推了，侯爷就跪在殿前，专门为小姐您求了一道诰命恩旨呢。拿命换诰命，若是那医女还活着，这恩典怕是轮不到我头上吧。之意，2年未见，这次重伤，我差点就回不来了。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才想通，往后我再也不去边关了。我就在京城陪着你，咱们好好教导阿软，可以再生个孩子，咱们就在这府里好好过日子。2年不见，他的眼神里竟然多了些亏欠和深情，真是令人作呕。夫君净说笑，夫君鸿福青天，自有神明相佑，怎会回不来？如今北境未平，南方又有骚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夫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男儿岂能困于我这小小内宅的温柔乡？夫人，当真不想我留下？旁的女子怕是都拜神求佛，望夫君平安留在身边。我这一去便是数年光景，你当真舍得？公婆年事已高，全家都指望你重振门楣。宫里的贵妃娘娘也需你在外建功，成为皇子的助力。再说我娘家示弱，阿软以后要想顺累，不被人看轻，夫君此刻更该去搏个泼天富贵，为阿软，也为你我，争一个稳稳当当的将来。好，我去。赵桓，你终于还是成了我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剑。夫人，家书务必常写，多写些。哪怕是些琐碎小事也行，什么都行，只要是你写的。夫君放心，妾身晓得。边关苦寒，夫君万事小心。驾！常写，我当然会常写，每一封信都会催着你去搏命。公婆身体康健，阿软学业进步，府中诸事平顺，望夫君以国事为重，奋勇杀敌。旁人妻子来信，都是劝夫君在外小心再小心，切莫伤了性命。唯你总勉励我奋勇当先，夫人，我就这般不值得你担忧。夫君此言差矣，你是3军统帅，身系重任，自当一往无前，为将士表率。连月苦战，
夫人信中只问战事，没有一字忘记为夫寒暖，没有一句关切我是否受伤。作为我朝子民，自是盼我军大胜，边疆安宁为先。小姐，侯爷已经半月没回信了，怕是心中存了怨气。断了便断了，可我倒乐得清闲，这笔也该搁下了。还得想法子编排那些嘘寒问暖的废话，真是累煞我也。往后不必再等他的信，我也懒得再去温言哄他。是，小姐。有我的信吗？京城侯府来的。将军，今天没您的信。你说，他为何不肯多与我写几句话？我洋洋洒洒写满3、5张纸，问他饮食，问他起居，他就回我1张，只问战区，从不问我如何。单是我的夫人如此，但是旁人的家书也是如此。将军，您那位夫人不是几年前就在边关去世了吗？不是她，是我京城的夫人，明媒正娶的侯府夫人，何之意？京里的夫人，那卑职就不明白了。咱弟兄收到的家书，婆妮们恨不得把母鸡下了几个蛋都写上，嘘寒问暖，啰嗦得很。哪有夫人不想知道夫君胖了、瘦了、伤了、病了的？除非那位夫人心里头压根儿就没惦记着将军您。毕竟当年您在边关另立家室，京城怎会没风声？那位夫人若是心里有您，当初怎会连来边关问一句都不曾？心碎了吗？那便对了。赵环，你让我守了18年的活寡，如今叫你体会一下求而不得的滋味才算公平。爸！爸！边关大捷，赵将军殉国了！你说什么？战报上说，将军率军突袭敌营，中了埋伏，冲在前面，不幸中箭。夫人，包裹是将军的遗物。我们清理将军遗物时，还在将军斩血的胸甲里找到一封已经揉得不成样子的信。听营里的弟兄说，将军临死结业，对着篝火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终也没能送出去。夫君，你至死都在念着家吗？写了又撕，定是那些自作多情的忏悔，不看也罢。这是怎么了？赵将军殉国了。我的环儿，你怎么就这么狠心丢下娘走了？婆母，快扶住婆母！抬下去，快把老夫人抬进屋，叫大夫。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这就是你临死前的挣扎。
知意，这些年你心里可曾有过我半分？半分？侯夫人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定远将军赵桓奋勇杀敌，以身殉国，深表痛心。追封赵桓为一品靖国公，赏良田万亩，黄金万两。臣妾叩谢圣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侯夫人，请起。您如今是圣上亲封的诰命夫人，还有阿阮小姐被破格赐封县主，享10亿。赵桓，你用命换来的泼天富贵，我和女儿就收下了。母亲，别难过，阿阮会一直陪着你的。这京城终究成了我们的伤心地。我与你公爹商量过了，我们实在承受不了亲子早逝，决定回江南老宅休养。知意，环儿不在了，你是这侯府的顶梁柱，这上面是赵家结交的所有人脉，还有这侯府的事宜，全部托付给你了。侯府荣辱以后就都在你一人肩上了，你要护好阿阮。公爹婆母放心，只要妾身在一日，定保侯府百年昌盛。走了好，都走了，这偌大的侯府终于是我一个人的了。以前公婆在时，我念在长辈颜面，对府中某些账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哼，如今国公爷殉国，我这做夫人的绝不容许有人在侯府里当寄生虫。账房、马房、大厨房，所有管事全部换成我何家带过来的人。至于那些挪用公款的老伙计，看在多年劳苦的份上，交换银钱，领了安家费，滚出侯府。夫人饶命，奴才这就去凑钱。只有将这侯府的每一寸土地都换成我的眼睛，我才能彻底安心。大权在握后，我这才有空腾出时间来看看这位故人。几年不见，阿莹竟出落得愈发标致了。这眉眼间的影子越发清晰，像极了那医女白芷，也像极了赵桓。若是公婆和赵桓还在，见了这张脸，定要大惊失色吧。可惜，自当年的族谱宴后，他便被我养在此处，无人问津。这几年我没让人短了你的嚼用，看来你过得还算滋润。阿莹见过夫人。夫人今日亲临，可是阿莹做错了什么？你没做错，错的是你那死去的父亲和你那不安分的生母。阿莹，你想离开这处别院，去见识见识京城的繁华吗？这里有些银票，足够你安稳度日。今日便启程去苏州吧，那是你生母的故乡，也算落叶归根。夫人大恩大德，阿莹没齿难忘。夫人您看，您当年送阿莹的镯子，阿莹一直戴着，从不敢离身。难为你还留着，
起来了吧，别跪着了。阿莹，你可还记得你生母？记得，娘亲是天底下对阿莹最好的人，她是阿莹最重要的人。既然她是你最重要的人，那你迟早会为了她向我索命。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这人留不得了。她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当年她陪着先国公爷在边关吃苦，一边带你，一边行医救人。我心里其实一直是佩服她的。多谢夫人，娘亲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激您的。回府，去把赵安找来。赵安，有件事需你亲自去办。知意，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只求事成之后，你允我常伴左右，可好？好啊，只要你办好这件事。这个，那个，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儿办成。夫人，地方官府上报了，城外山中发现2具尸体。具体说说，都发现了什么？地方官上报说，其中1具是年轻女尸，衣衫普通，身中数箭。最奇怪的是，她腕上空无一物，您送的那只镯子不见了。那另一具呢？另一具是男尸。面容被利器划得稀烂，难以辨认，死于剧毒。夫人，如今案子已经递到京城了，按流程该细查，若是查到咱们侯府头上，怕是不好收场。细查？这京城的风往哪边飞还未可知。我这边给父亲去了一封家书，有父亲在朝中周旋，2具身份不明的流民尸口，经不起什么浪花。这世道，只有死人才最能守住秘密。让人快马加鞭送去，务必亲手交给父亲。夫人，如您所料，不出半月，那件辽民血案便在京兆衙门草草小结，如今再无波澜了。意料之中的是，父亲出手，衙门的人自然懂得如何断案。阿莹，这是母亲送你的见面礼，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镯子来自西域，在打造时以特殊技艺渗入了10味奇药，长期佩戴倒也不会要人性命，只会让佩戴者的血液渐渐变得粘稠，最后啊，难以与他人相容。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夫人，那镯子瞧着漂亮，您怎的从不戴它？
漂亮的东西未必就是好东西。有些人，有些物，只配烂在泥潭里。哈哈哈。伊儿，今日朝堂之上，圣上还夸赞你守节持家，是京城命妇的典范。如今我已坐稳尚书之位，你弟弟也进了翰林，咱们何家不再是当年的九品寒门了。爹爹辛苦，女儿今日来是想请爹爹为阿软择一门亲事。母亲，阿软不想高价深宫，也不想联姻公侯。那你想嫁什么样的？母亲说过，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阿软想招一名寒门才子入赘，往后这国公府的门楣，阿软要自己守；这万贯家财，阿软要自己握。好，不愧是我何之意的女儿。夫人，江南那边来信了，老夫人和老侯爷前段日子相继病逝，走得很安详。按规矩，送去一份重礼，让咱们的人去操办丧事。恩恩怨怨，到此也算真的清了。夫人，您这些年太累了。累吗？看着想要的东西一件件到手，明玉，我觉得这日子轻快得很。瞧瞧，这何夫人当真是奇女子。可不是，丈夫殉国，她一人撑起家业，如今就连的女婿都是状元郎，何家这下是真翻身了。赵环，你曾说想让我成为京城最尊贵的女人，如今我做到了，但不是靠你的深情，而是靠我自己。这辈子值了。京城的人都说我是这大齐命最好的女子，他们只看到我母亲为何家挣来了泼天富贵，看到我招了当朝状元入赘，却没人记得我5岁那年曾在这院子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寝屋被一个满口谎言的女孩抢走。爹爹，我喜欢这个院子，我就要住这里。那时的我就明白，母亲有自己的计划。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不会让我受委屈的。县主，这人在门口闹腾。你们这是吃绝户！赵桓是我堂兄，这即位即便不降等，也该由我儿子继承。这些年，你借着国公府的名义在外强占民田，强抢民女，这上面每一笔债，我母亲都替你记着，把人送到京兆衙门，告诉吴大人，按照我外祖父定下的法度，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是。母亲曾教我，斩草除根不仅是杀人，更是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再无翻身的可能。我从未告诉过母亲，那年我躲在屏风后，看到他给那个叫阿莹的女孩戴上镯子时，眼神里没有任何慈爱，只有如冰川般的寒意。父亲，你到死都在问母亲有没有动过心，可你从未想过，在你带回那个私生女，抢走我的院子，清没我的外祖时，母亲的心早就死在了嫁给你的那一年。县主，苏州那边的生意
这个季度的红利到了，夫人说县主如今能独当一面了，这些就直接送来给您瞧。放着便是。我想母亲了，先去瞧瞧母亲。阿软，听说宗族里那些老头子昨日又在闹腾了。母亲放心，他们无非是说我这县主招赘是不合礼法，怕赵家的血脉断了。我只回了一句话：这府里的金银、良田、爵位，甚至每一块砖物，都是母亲用命夺回来的。谁若想要赵家的血脉，便去地底下找那位战死的国公爷领。你比我当年更直接，阿软，你要记住，这世间的深情是最靠不住的虚妄，唯有握在手里的权与钱，才能护你一生长宁。好，女儿都记下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就是母亲送我最好的礼物，一个无人敢欺、自由长宁的未来。